我是萬萬沒想到，之前因為美術抄襲門事件而被全網玩家炎上的邦吉馬拉松，已經被歐美網友吐槽成《新名特工 2.0》了。結果在今年的 TGA 上又冒出來一個被全網嘲笑為《新名特工》正統續作，而且確定會在馬拉松之前就發售的遊戲。它這一下子就取代了馬拉松的位置，成為了新的《新名特工 2.0》。這一次網友嘲諷的力度也是比上一次馬拉松的時候要更強更大。然而這還不是全部啊！最誇張的是，你可以看到它預告片下面的到讚比已經達到了超過90%點彩的驚人程度，這可是比他大哥《新名特工》還要厲害的一個成績啊！那麼這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遊戲到底是誰呢？它就是由前泰坦隕落和 Apex 英雄的開發者所秘密打造的全新英雄射擊遊戲 Highguard 巔峰守衛。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一聊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分析一下玩家們如此群情激憤背後的原因，以及這款遊戲僅憑一個預告片就遭到玩家一致聲討的背後，也許還隱藏着 TGA 刻意而為之的流量密碼。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我是老九。這個遊戲要說美術風格，我覺得還是比新名特工的賣相要好很多的。但是玩家們如此群情激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竟然作為 TGA 最後的壓軸預告片登场。當時我看到 TGA 的主持人 Geoff 在公布之前各種吹，我先來給你們放一段原片啊。You know, sometimes our last reveal at the Game Awards is a teaser for something years and years away. Not tonight. Our final world premiere comes from 61 members of the team that built Apex Legends and Titanfall. 4 years ago, the principals founded a new independent studio with the hopes of pushing the shooter genre forward with a new original game. They've done it in complete secrecy, which is even more amazing because the game is very deep into development. 你可以聽到當 Geoff 說到泰坦隕落這4個字的時候，觀眾明顯興奮極了，直接都叫了出來。雖然因為版權問題啊，不可能是泰坦隕落3，但是我估計大家都在想，一定是泰坦隕落的精神續作吧。結果預告片的第1秒我就繃不住了，剛看到這個角色的造型，我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為什麼呢？因為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這位。然後後面的一系列內容就徹底的進入了英雄射擊遊戲標準商業預告片的固定流程，密集的鼓點，持續性的轟炸，重擊的音效一下一下精準的落點，每個英雄輪流給你一個高光時刻，順便展示1、2個技能。就單從整個預告片的結構來看，真的非常的公式化。不過其實這個預告片本身也沒啥，它要是和神界的預告片調換一下位置，放在 TGA 的中途播出，我覺得也不會被噴得這麼慘。雖然說去年的遊戲壓軸預告片是被很多人詬病 DEI 元素太滿的 Intergalactic， 但是好歹也是一部頑皮狗的索尼第一方作品。更別提之前還有像2014年壓軸的曠野之息世界首曝，或者是2023年壓軸的怪物獵人荒野這樣的預告片了。所以今年在 TGA 之前就有很多人都會猜測會是哪個遊戲將被壓軸公布，網上的預言家也真的是超級多，什麼半條命3、上古卷軸6、血源詛咒2、賽博朋克2、最終幻想7-3等等等等。結果這些通通都沒有，端上來了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英雄射擊。尤其是當主持人在介紹的時候還用上了類似全新一代射擊遊戲這樣的詞語，這件事情實在是非常的匪夷所思，有點不太尋常。因為 Geoff 作為行業內的老油條，不可能如此脫離群眾的看不出這個預告片的問題。我個人的猜測有2個，第一個猜測就是巔峰守衛給的實在是太多了，人家就是有錢。而我的第2種猜測，也是我覺得更為合理的猜測，則是 Geoff 他故意把這個遊戲放在最後壓軸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起爭議。這樣 TGA 的流量不就來了嗎？反正最後受傷的是 Wildlight 的開發人員，又不是他和他的 TGA。而且就算事後這個遊戲的開發者找到他，他也可以說，我也沒想到會這樣，我都慷慨的把壓軸都給你們了，你們自己預告片沒做好，不能怪我吧。同時我在寫文案的時候看到了國外主播 Luke Stevens 對此事的報道，他指出 TGA 的預告片廣告位的價格似乎是定死的，並不存在位置 A 和位置 B 的費用不一樣的情況。因為做出影之刃0的工作室，也就是 S Game 工作室的成員，今年在 TGA 結束後的 After Party 上對 Luke 的朋友透露，他們把錢和預告片給了 Geoff 之後，雙方就再也沒有交涉過了。預告片會出現在什麼位置，也是他們無法決定的。
他們在晚會現場看到自己的預告片之前，其實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些游戏預告片怎麼播，什麼時候播，按照什麼順序播，都是 Geoff 一個人說了算。這一條消息似乎也和我認為 Geoff 想要通過爭議炒熱 TGA 熱度的猜想不謀而合。不過還請各位記住啊，一切都是沒有得到完全證實的消息，也許巔峰守衛和 Geoff 之間還有什麼我們不為人知的交易，所以還請大家仔細甄別。不過其實如果我的猜想是真的， Geoff 也不一定就是個壞人。我會在下一段詳細說明他可能並不是一個壞人的理由。如果拋開被放在壓軸的情況不談啊，玩家們其實早就已經厭倦了這種看似創新，但是實則賽博坐牢的服務型遊戲了。巔峰守衛作為一款免費遊戲，我都能想象到它上線之後肯定又是各種角色皮膚包、武器皮膚包、戰鬥通行證這些東西。我覺得玩家們對這種服務型遊戲都已經產生 PTSD 了，結果它竟然被放在壓軸。玩過服務型遊戲的玩家肯定都有類似的感受，那就是這些遊戲會讓你覺得每天必須上線才能跟上節奏。你原本只是想隨意放鬆放鬆，卻逐漸被任務進度和日常挑戰所綁住，每天都在計算如何完成目標，仿佛不上線就會錯過什麼重要的內容。久而久之啊，遊戲就變成了一種負擔，就像上班打卡一樣。而且現在的服務型遊戲市場已經徹底的過度飽和了。早期入局者的成功讓很多開發商誤以為這是一座源源不斷的金礦，於是紛紛加入戰局，去爭奪同一群時間有限的玩家。就比如說索尼，我個人就是因為他在 PS5 世代全面 all in 服務型遊戲之後，才從一個忠實的粉絲變成路人的。索尼啊也是厲害，把原本專注於制作單機遊戲的團隊全部都拉去開發他們完全不擅長的服務型遊戲。到最後幾乎所有項目都遭遇了失敗，只剩下一個地獄潛兵2。而且不止索尼，這股服務型遊戲的風潮已經席捲整個遊戲行業太久了。動視的使命召喚、Take-Two 的2K 籃球、暴雪的暗黑4等等等等，這些遊戲深知人性的弱點，其迷惑性是很強的。你別看我反對服務型遊戲，真要是碰上自己喜歡的類型，也是很容易掉入 FOMO 的陷阱的。就比如說戰地6，我從發售到現在真的是玩了很久，接近300個小時。最後打完了通行證的時候，一度糾結要不要買通行證，因為打都打完了，不買以後就沒有了。可是買的話，我又深知我自己不可能一直這樣玩下去，而且買了之後多出來的遊戲幣大概率會因為不想浪費而被用於購買下個賽季的通行證，最後如此這般往復循環。我之所以會有這種心態，就是因為這些都是 EA 精心設計的數值陷阱，就等着你往裡跳呢。就是這種套路，玩家們已經見得太多了，所以當他們看到巔峰守衛的這副賣相的时候，才會如此的憤怒。而且服務型遊戲要求開發商不斷更新內容，以維持玩家的活躍度，但是這種持續性的內容生產往往犧牲了真正的創造力，開發者被困在日復一日的循環裡，重複相同的機制、相同的玩法、相同的氪金設計，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去嘗試設計新的玩法。其實在看巔峰守衛的預告片的時候，我就有一種我好像已經在哪裡看到過這個遊戲的感覺了。這些從 EA 出來的開發者脫離了大廠的禁錮之後，做出來的東西竟然還是大廠的那股味兒。所謂的秘密開發，就是一點也沒有從那些失敗的服務型遊戲中吸取教訓。這不是秘密開發啊，這是閉門造車。都2025年了，他们怎麼還能如此的盲目呢？也怪不得玩家不買賬。所以當我們看到 TGA 的壓軸竟然是一款服務型遊戲，而且還是老掉牙的英雄射擊的時候，失望的感覺可以說是直接就被拉滿了。這種類新名特工的遊戲如果失敗，其實是遊戲玩家最喜聞樂見的新聞。就和前幾天馬拉松在公布它的主界面 UI 的時候，所有人都在吐槽為什麼遊戲內的商店選項會被排在菜單的第一位背後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對於巔峰守衛強烈的狂歡般的厭惡，其實正是我們在傳遞一個信號。什麼信號？那就是你們別再做這種服務型遊戲了，看到我們有多恨了吧？做的就是虧錢，別再做了，做點別的吧。不過我轉念一想啊，難道說 Geoff 這麼做其實是因為他是一個在幕後試圖推動行業進步的人嗎？是他故意把這種低 buff 加滿的遊戲用來壓軸，好讓玩家的情緒得以徹底的釋放，從而讓整個遊戲行業聽到玩家的聲音的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還真的是既收割了爭議的流量，又推動了行業的進步，可以封神了。不過我感覺大概率 Geoff 應該只是為了流量而已。
Later， 我不確定 Geoff 到底懂不懂玩家，但是我能確定的是，巔峰守衛的開發者是肯定不懂玩家的。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這家工作室的開發者的第一反應可以說是完完全全的鴕鳥行為。他們工作室的很多開發者直接把自己的賬號都給鎖定了，完全不想聽玩家的任何反饋，並且聲稱那些留言都是人身攻擊。可是我想說的是，批評的聲音雖然刺耳，但是從這些批評中尋找有用的反饋是你的工作。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學會接受這些批評，用實際行動去改進並打臉所有的質疑者，就像墮落之王和無人深空當年做到的那樣。不然你只會跟那些把自己關在信息茧房裡的開發者一樣，耳朵堵上喊着啊啦啦啦我聽不見，然後最終毫無懸念的一步步走向失敗。Anyways， 歡迎收看地主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嗨格爾巔峰守衛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